婆婆给大伯哥带了6年娃，不慎扭了腰。大伯哥甩锅说他6岁的儿子闹腾，实在没空照顾亲妈。而我的好老公连招呼都没跟我打，直接把人从医院接回了家。婉婉，妈闪着腰了，医生说要静养一段时间。明天你到公司请2个月假，回家照顾妈。让我停掉工作，在家当免费保姆，想都别想。哦，我明天到公司看看吧，能不能批假还不一定。那你现在把次卧收拾一下，床单被褥换套干净的，好给妈住。我没空。 手里还点工作要处理，你自己给妈收拾吧。你怎么这么多事儿？收拾个房间能花？谁家那么倒霉娶了个懒媳妇儿，一点都不孝顺？骂吧骂吧，我就不干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晚上10点，他吵了一整晚让我收拾，结果呢，自己也没动一根手指头，挺好的。这才第1天，好戏还在后面。哟，大忙人终于舍得出来了。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1个月赚几百万呢。你看看你大嫂，又上班又给我做饭带娃，哪像你，连张床单都不乐意换。我告诉你，次卧你今晚必须给我收拾出来。你嫁进这个家，伺候我天经地义。老公，我去洗澡了，你把次卧收拾一下，妈住着也舒服点。哎，你等会儿，顺手收拾了再去洗澡呗。我一个大男人哪知道怎么弄床单被罩？热水一开，全世界都清静了。婉婉，渴死我了，快给我拿点水来。 婉婉，我要上厕所，快过来扶我一把，磨磨蹭蹭的，想让我尿床上啊！婉婉，妈喊你呢，赶紧过去。儿啊，怎么是你？你媳妇呢？我喊了半天她不吭声，是想让我老太婆自生自灭啊！行，妈你先别说了，我扶你上厕所。下回我再喊人，你别来了，听见没？哪有让大老爷们伺候老太太的？她嫁进来伺候我，天经地义。婉婉，我要吐痰，给我拿个桶过来。去看看妈，刚刚我去的，这回该你了。 他做销售的，明天一早要见客户，睡不好，他可太遗憾了。你怎么回事？都10点了还不在家，让妈一个人在家，你就不怕她出事儿？不是说好了要请假照顾妈吗？你说话不算数。你这个从他肚子里出来的亲儿子都不怕他出事，我一个当儿媳的怕什么？还有，我可没答应照顾你妈，我说的是到公司看看。刚请示领导了，假没批下来，你跟你哥商量下，找个护工吧。婉婉，都是一家人，你就体谅下我。 我妈养我不容易，她闪了腰动不了。我要是不管她，传出去我还怎么做人？你和你哥商量着找个护工，费用兄弟俩分摊不就解决了？护工哪有自家人贴心？我不放心。要不你先离职，等妈腰养好了再找工作。你让我离职？这份工作是我花2个月天天面试，从一堆烂公司里拼出来的。你不是不知道我中间受了多少罪，你现在轻飘飘一句让我离职，凭什么不是你离职照顾你妈？我和我哥哪会照顾人啊？笨手笨脚的。再说了，之前你妈崴了脚，你不都照顾得好好的吗？怎么到我妈这儿就不行了？ 他还有脸提这事儿？前年我妈崴了脚，我让她帮忙办个住院，她推三阻四，不是要见客户，就是领导不放人。我去找婆婆帮忙，她怎么说的？要是你不出去瞎找工作，老老实实在家生个孩子，你妈现在也不至于没人带去医院。最后是我自己请了假，一个人带我妈去的。你还有脸提这事儿？我妈崴了脚的时候，你帮过一点忙吗？你妈没空，你也没空，最后是我自己一个人扛的。所以你哪来的脸让我照顾你妈？ 接下来一上午，她的电话一个接一个，婆婆也跟着连环轰炸。我一个要是想想办法呀，我中午吃什么，你就干看着你妈饿死啊！我再想了，她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人联系不上，我能怎么办？着什么急呢？反正急的人不是我。喂，哥，我媳妇儿假没请下来，没法在家照顾，你让嫂子过来帮忙呗，照顾一下妈。让你嫂子去，她要带孩子，哪有空？你赶紧让你媳妇儿回家。这些年她可没照顾过妈一天，现在又上来推三阻四。我告诉你，要是妈在你家有个3长2短，我饶不了你。 怎么了？你哥说什么了？你嫂子来不来？不来，谁都不来。那谁管我？你就让你妈饿死在这儿。我请假，我自己请假回来照顾你，行了吧？他总算知道了，想孝心外包，先看看有没有人接这个盘。秦婉婉，到底是你那破工作重要，还是照顾妈重要？既然假请不下来，那以后你中午休班回家给妈煮饭，顺便伺候妈上厕所，晚上也别磨蹭，早点回来照顾着。1、2个月熬熬就过去了，你至于这么推三阻四？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请半天假有多难？ 你就不能懂点事儿，体谅体谅我？不知道，而且当然是工作重要。我中午回不来，领导刚给我加了工作，晚上得8点多才能下班。好，秦婉婉，我妈一伤到腰，你工作就突然忙起来了，早不忙晚不忙，偏偏这时候忙，你故意的吧？你太自私了！你这个没良心的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。彼此。对了，明天我要去林氏出差，最少半个月。 你在家好好照顾妈，中午记得按时回来煮饭，晚上别在外头瞎晃，准时回家看顾妈。要是让我知道妈住的不舒服，我拿你是问。
他最爱给我安排活，今天我也给他安排安排。你不准去，必须在家照顾妈，不然我跟你没完。跳梁小丑不值一听。洗漱、睡觉，明早出发。秦婉婉，你给我回来！你不孝会遭报应的。我妈要是有事儿，你这辈子别想安宁。哦，那你在家把你妈照顾好，不然小心老天降个雷劈毁你。免打扰一开，世界又清静了。接下来半个月，他和他妈妈的日子过得怎么样？我可太期待了。出差这几天，我得空就看看家里的监控。他那所谓的孝心根本经不住考验，既舍不得花钱请专业护工，又不想自己费心照顾，最后琢磨出个绝招，找了小区的保洁阿姨，一天80块，随叫随到。80块想请个贴身保姆，我倒要看看他这出戏能唱几天。水不够热，重倒。一个上午9次，倒水1次，上厕2次，咳痰1次，还没擦干净，你眼睛长。剩下5次全是使唤人搞卫生。80块钱的保洁阿姨，她愣是当成了24小时贴身管家。你家老人我照顾不了，一个上午喊了我9次，还让我搞卫生，这不是故意刁难人吗？这活我不干了，你找别人吧。儿啊，你赶紧回来，妈快憋不住了。那个保洁拿了80块钱，一个上午就跑了，你赶紧让他把钱还回来。老公咬牙花了9000块，请了专业护工，转头就把火全撒在护工身上，摔碗拧人，污蔑人虐待他。王先生，实话实说，你家老人太难伺候了。这一周碗摔了3次，我胳膊被拧了5次，还被污蔑虐待老人，这价钱我干不了。要么涨到13000，要么我现在就走。13000，9000都够贵了，你这是坐地起价。你们的护工坐地起价，服务态度极差，我要投诉。王先生，护工已经提交了随身记录器的完整录像，经过审核，我们决定将您列入服务黑名单，以后您家的单子我们不再接了。护工的录像传开了，这座城的护理机构就这么大，婆婆难伺候的名声一夜之间人尽皆知。没有15000，没人敢接这个活。从这天起，她只能自己照顾了。老婆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怎么了这是？半个月不见，家里怎么成这样了？老婆，你帮帮我，把妈送到大哥家去吧。他是给大嫂带娃扭的腰，本来就该他们照顾，凭啥全让咱俩扛？你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说照顾妈是我们做晚辈的义务，不好好照顾传出去没法做人。这才多久，你就想撂挑子了？这么快就忘了你妈养你多不容易？你之前怎么教训我的？我一个字儿都没忘。想送走，行啊，你自己送。你干啥？这往哪送？妈在我这住了6年，在你家才住了几天，你就给我往回送？嫂子，她的腰是给你家带娃扭的，本来就该你们照顾。扛不住！我当初一个人带着你妈和孩子，白天黑夜连轴转的时候，谁替我扛过？那不一样，我是真的撑不住了，再这样下去我要猝死。撑不住你找你亲弟媳去啊，别往我家门口塞。她是给你家带娃扭的腰，就该你们管。你给我站住！王建军，你别走！王建军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妈怎么回来？你还是不是人？妈腰还没好，你就把她往这一扔不管了？我送回去的，我照顾不了。大伯和大宝仇的是你，咱俩到底谁不是人？妈是给你家带娃扭的腰，这半个月我请假花钱被公司骂，你出过1分力吗？凭什么让我一个人扛？他终于硬气了一回，可惜这份硬气不是对我的愧疚，只是他自己扛不动了。婉婉，楼下有人找你，还带着喇叭在闹，说什么你虐待老人，宝贝出事，你赶紧下去看看。大家快来看啊！这栋楼里有个叫秦婉婉的虐待婆婆，没有人性。婆婆闪了腰，躺在床上动不了，还不给吃不给喝，连一口水都没端过。我照顾婆婆整整6年啊，现在让那秦婉婉照顾1个月，这么糟践老人，老人对着上厕所还得1个多小时，那装聋作哑也不带是人干的事儿吧？这也太过分了吧！老人都动不了了还不管。你还好意思在这儿颠倒黑白？行，今天当着大家的面，咱们就把话说清楚。婆婆给她家带娃带了6年，6年，天天洗衣做饭带孩子，就是个不花钱的老妈子。现在婆婆扭了腰干不了活了，她就跟丢垃圾一样往我家一送，让我辞职回家伺候。大家说说，这叫什么事儿？婆婆这些年的退休金1分没留，全花在你儿子身上。请护工花了9000块，你1毛不出，全让我老公掏。占尽了便宜，现在拍拍屁股把烂摊子甩给我，还敢跑到我单位来污蔑我，你凭什么？凭你脸皮厚吗？你胡说八道，分明是你虐待婆婆，你血口喷人！我撒谎，
行，我今天就当着所有人的面赌咒发誓，谁撒谎，谁儿子将来遭报应。你敢咒我儿子？今晚我跟你看，心虚了吧？敢做不敢赌，这还不明白吗？原来是这么回事，占了6年便宜，老人一病就推给人家，还好意思来闹？他以为到我单位撒泼就能逼我就范，可惜他挑错了人。今天的事儿一会儿我跟你们细说，到了地方你们配合我就行。大家快来评评理！我大伯哥王大华让我婆婆给他带了6年娃，现在婆婆扭到腰干不了活了，他就一脚踢给我这个弟媳照顾，护工费1分不出，还倒打一耙，派人跑到我单位污蔑我虐待婆婆。6年啊，人家婆婆给他家洗衣做饭带孩子整整6年，腰扭了就不认人了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过河拆桥。就是请护工花了9000块，他1毛钱没出，全让人家小儿子扛。天底下有这么当大哥的吗？秦婉婉，你疯了！赶紧走，不然我让我弟找你算账。你妈给你带娃扭了腰，你不照顾就算了，还纵容你媳妇儿去人家公司闹事，现在我们来讨个说法，你还个没心人。就是自己的亲妈推给别人照顾，你好意思吗？不是这样的，真不是这样的，你们听我解释。不是这样的，那你说是哪样的？你妈的腰是不是给你家带娃扭的？护工费你是不是1分没出？那是因为大伯哥正在竞争部门部长的位子，他的上司是出了名的孝顺人，那一眼比任何一句话都管用。你个蠢货，吃饱了撑的跑去秦婉婉公司闹什么？他跟着你学，带人杀到我公司，把我的升职给搅黄了。现在好了，你满意了？这能怪我吗？当初是妈让我去秦婉公司讨说法的，现在出了事，你凭什么往我身上推？妈让你讨说法，没让你去撒泼。你看看你把事情闹成什么样了！我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照顾咱们的儿子？你妈在这一天24小时要人伺候，儿子都摔了多少次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要不是你没用，被秦婉婉抢了喇叭，能闹出这么多事儿吗？我儿子不能升职，全是你害的。你说什么？全是我害的？要不是你在秦婉婉家作天作地，人家能把你送回来吗？最该怪的就是你，老大！你看看你媳妇儿，她敢这么骂我，你今天要是不管她，我就不活了！你天天到这个家，迟早被你搅散。我嫁到你们家，一天好日子没过过，给你家生儿子带孩子，现在连生不了这都赖我。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你干什么？有话好好说。没什么好说的。你走，走了就别回来，我让我儿子跟你离婚。离就离，谁稀罕？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你醒醒！婆婆进了一眼好，血压又飙了上去，得重新卧床静养。大嫂回了娘家，大伯哥家也散了。妈，我给你们送回来了，有本事你们就别开门，看街坊邻居怎么戳你们脊梁骨。烫手山芋转了一圈，又回来了。老婆，我已经照顾妈这么久了，接下来该轮到你了吧？把字签了，好聚好散。就因为让你照顾下我妈，你就要离婚？秦婉婉，你还是人吗？我妈当年崴了脚，让你去医院办个住院手续，你推三阻四，找尽借口。你妈扭到腰，你天天请假往家跑，咱俩到底谁不是人？我当时是真有事儿，这点小事你至于记到现在吗？拿离婚说事，你也太小肚戚戚了。至于，这不是小事，是你根本没把我和我妈放在眼里。赶紧把字签了，别废话。我不签，想离婚没门儿。那你就等着收法院传票吧。他以为撕掉一张纸就能撕掉我离开的决心。野风扑面而来，吹散了那间屋子里所有令人窒息的空气。行李箱的轮子滚过地面的声音，是我这几年听过的最自由的声音。满楼的灯火里，属于我和那个男人的那扇窗透着惨白的光。我以为自己会难过，但心里只剩下4个字，终于结束了。
大半夜的，姑娘去哪儿？麻烦师傅，回妈妈家。这3个字说出来的那一刻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不是因为难过，是因为我知道，不管多晚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那扇门永远会为我开着。凌晨1点，楼道里的声控灯还是跟以前一样迟钝，跺2脚才肯亮，什么都没变。大半夜拎着行李箱回娘家，怎么想都有点狼狈。我不怕别人说什么，我只是怕推开门的那一刻，看到我妈担忧的眼神。我准备了100种解释，想好了怎么开口，但门开的那一刻，她什么都没问。我还没走到沙发，厨房里就已经响起了开火的声音。她没问我吃了没有，她只是默认女儿回来了，一定饿着。在那个家里，哪怕加班到半夜，面对的都是冷锅冷灶和没完没了的指责。而在这里，凌晨1点，总有一盏灯亮着，总有一碗热汤面，毫无怨言地等着我。先趁热吃，暖暖胃。我以为我很坚强，可是这一口妈妈的味道一下去，所有的委屈全塌了。妈，我要离婚了。我准备好了一肚子的解释，甚至想好了怎么应对他的劝和。老一辈的人总是劝和不劝分的吧？离就离吧，早点看清这一家子的真面目也是好事。真当咱们家的闺女是嫁过去给他们当免费老妈子的？妈，你不劝劝我，不怪我冲动。我生你养你供你读书，是希望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有底气有尊严，不是去别人家受窝囊气的。婚姻是找个伴儿互相扶持，如果这个伴儿只会吸你的血，趁早一脚踹开。别怕，妈虽然没多少钱，但这套老房子永远是你的家。只要妈还有一口气，咱们家就有你的一双筷子，一间屋子。没有撕心裂肺，没有歇斯底王，只是像小时候受了委屈一样，在妈妈怀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。原来被人接住的感觉是这样的。从小睡到大的小床，被子是妈前2天刚晒过的，带着阳光的味道。这一夜，我睡得比过去几年任何一晚都沉。第2天早上叫醒我的不是婆婆的嚎叫，是阳光和厨房里切菜的声音。不用看谁的脸色，不用听谁的咒骂，原来生活本来就可以这么美好，这么宁静。我差点忘了。婉婉，你今天休息对吧？我听我小姑子说，昨晚看见你老公背着你婆婆火急火燎进了医院。后面你大伯哥2口子好像也闹起来了，怎么回事？他们家又出什么幺蛾子了？你快说。说来话长，你有空的话过来坐坐，我当面跟你讲。昨晚我把离婚协议书递给他，他直接撕了。我拎着箱子出了门，现在在我妈这儿。老天爷，你终于清醒了！你现在在阿姨家对吧？在屋里乖乖等着我。我20分钟后到，今天姐姐带你好好去会去，庆祝重获新生。行，那我等你。婉婉，行了，苦日子到头了，走，今天什么破事都别，先去超市大采购，晚上去我那儿，必须整一桌好的。吃，姐请客。2盒也太多了吧？
以前在那个家买盒葡萄都被念叨，今天就是要补回来。鸡尾虾、牛排、鲈鱼，还有一大堆以前舍不得买的零食。别废话，购物车满满当当的。原来花自己的钱给自己买喜欢的东西，可以这么理直气壮。专门给你准备的，以后想什么时候来住就什么时候来，我这儿永远有你的一张床。你什么时候买的？早就买好了，就等你来穿。妈妈说家里永远有我的一双筷子。林月说这儿永远有我的一张床。离开那个让人窒息的地方之后，我才发现我被这么多人接着呢。婉婉，说实话，之前看你天天在那个家忍气吞声，我都替你憋屈。你那个前夫就是典型的孝心外包，拿你的牺牲去全他自己的孝名。不过你这次办得真漂亮，直接釜底抽薪，让他们自己狗咬狗去。也不算什么漂亮，就是不伺候了而已。这就要漂亮？以前的你可舍不得这么干脆。其实也是忍到极限了。以前总觉得多付出一点，多忍让一点，家庭就能和睦。后来才发现，没有底线的退让，只会喂饱别人的自私。与其在那个无底洞里内耗折磨自己，不如早点跳出来。对，女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就该明白一个道理：别跟烂人纠缠，别为不值得的人内耗。来，敬咱们自己，敬咱们自己。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还真想好了。那一晚，我们没有聊怎么报复，也没有喋喋不休的抱怨。杯子碰在一起的那一声，是告别过去，也是迎接未来。离完婚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第一步，先把婚后财产算清楚，房子、存款，这几年我往那个家里贴的钱，一笔一笔都有记录，属于我的合法权益，一分钱都不会留给他们。秦婉婉，你是真变了，以前你连跟你老公吵个架都要纠结半天，现在连财产分割和买房都想清楚了。被逼到绝路上，自然就清醒了。到时候装修设计交给我，我帮你盯着，保证给你弄得漂漂亮亮的。为了我们独立自主、未来可期的秦婉婉，干杯！干杯！那一声叮，轻得像一粒石子落进湖心，但它在我心底激起的涟漪，会荡很久很久。从这一刻起，我不再是谁的媳妇，不再是谁的免费保姆，我只是我自己，秦婉婉。婉婉，等你新家装好了，我要第一个去蹭饭。行，天天来都行。没有半夜嚎叫着让我倒水的声音，没有因为没给婆婆翻身而传来的故意长叹。这个周末，闺蜜帮我把干涸了好几年的自己重新灌满了。周一早晨，我走进公司的那一刻，突然觉得连空调的风都比以前干净，没有时刻紧绷的神经，没有随时可能响起的挑剔，脑子前所未有的清醒。婉婉，你今天气色怎么这么好？整个人都在发光，是不是换了什么贵妇护肤品？没有，就是睡了个好觉。原来真正让人衰老的，从来不是工作的劳累，是那个无底洞一般的家庭内耗。切断它的那一刻，整个人都活过来了。这一周，我给自己办了一件大事，离公司步行15分钟，40多平的朝南开间。不大，但产证上只有一个名字，秦婉婉。周三傍晚，下班后我拿着钥匙，第一次走进了那个40多平米的朝南连咖间，第一次走进了这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地方。空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，但这里没有一件东西属于那个自私的家庭，这里每一寸空气都贴着我秦婉婉的名字。婉婉，我下
下班了，要不要我过去帮你收拾？不用不用，你别来，我一个人慢慢弄，特别享受这个过程。行行行，小窝主人说了算。吃饭了没有？要不要妈给你送点菜过去？吃了吃了，妈你别操心。我今天在花市场买了一大束白玫瑰。花那冤枉钱干嘛？买了就买了吧，记得插水里别干着。一盆琴叶蓬，一瓶白玫瑰，一套只属于我自己的餐具。当花香在空气里弥漫开来的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，生活的美好原来可以这么具体。婉婉，下雨天一个人窝着是不是无聊死了？要不要我过去陪你带火锅底料？不用，我正享受呢，一个人待着的感觉，你不知道有多舒服。早点休息，别熬夜。知道了妈，你也早点睡。以前下班想着怎么迎合婆婆的胃口，周末忙着做不完的家务，还要忍受那个男人理所当然的冷漠。而现在，我只需要取悦一个人，就是我自己。这种孤独不带一丝凄凉，反而是一种满格的尊贵的力量感。秦婉婉，我告诉你，离婚的事儿想都别想，你赶紧给我回来，妈还在家等着人照顾呢。你要是不回来，我让所有人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。说完了。婉婉，你别闹了行不行？咱们好好谈谈，有么事不能商量。我保证，你回来，我以后对你好，我保证。你听好了，法院见。那个废物是不是又打电话骚扰你了？你别理他啊。放心，他蹦跶不了多久了。这一周我休息够了，精力满版，接下来该我上场了。我已经不是那个会因为几句道德绑架就委屈流泪的秦婉婉了。现在的我有底气，有退路，更有精力陪他们玩到底。这是房产证复印件，这是婚后的共同财产清单，存款、房贷、月供，我个人出资的部分全都整理好了。秦女士，你的思路非常清晰。根据法律规定，这套婚后同购买的房产，你拥有50%的完整产权。他铁了心不签字，我只能走诉讼。那要多久？诉讼离婚确实需要半年到1年，不过在没有正式离婚判决前，你作为产权人完全有权利居住，也可以允许你的亲属、朋友甚至侧租人入住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能利用你的合法产权，给他的日常生活施加一些合法且合理的压力，或许能逼迫主动选择协议离婚。合法且合理的压力，我明白了。他们母子最喜欢用声音折磨人，最喜欢无理取闹。既然这样，那就让他们自己折腾去。怎么样？律师怎么说？有办法合理，合法不伤筋不动骨，但能让他主动签字。真的？什么办法？先别急，等我安排好了再跟你说。这一周，亲情、友情还有我自己，帮我把精力蓄到了满格。是时候了。回去给这段荒唐的婚姻亲手画上一个最完美的句号。这场仗，我不仅要赢，还要赢得漂漂亮亮、干干净净。秦婉婉，你什么意思？找个人住在家里，故意恶心我是不是？这是我的房子，我有一半产权，我让谁住就让谁住。你别逼我！我没逼你。我只是在行使我的合法权利。这日子还怎么过？你倒是想想办法啊！妈，我也没办法，那房子它有一半产权。1周、2周、3周，他扛不住了。婉婉，我签，你让那个人搬走，咱们把手续办了吧。行，周6上午，民政局门口见，别迟到。双方确认无异议的话，请签字。怎么样？办完了，财产也拿到了。1分没少。秦婉婉，你太牛了，晚上必须庆祝。行，你定地方。走出那扇门的那一刻，身后的一切跟我再无关系。婉婉，你知道吗？
我前2天碰到你前村妇的那个同事，听说你前婆婆被送进养老院了，腰伤没养好。对，一直需要人照顾。大嫂也跟大伯哥离了，没了你们俩，那兄弟俩谁也不想管，直接把老太太塞进去了，1年到头娶不了几次。也是讽刺，当初他们把孝心包给我的时候，大概没想过有这一天吧。管他们呢，你现在过得好就行。周末出来吃饭？好啊。那些曾经以为离不开的人和事，原来放下了也不过如此。而我，终于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样子。婉婉，今天的排骨你下班顺路买回来就行。对了，林月说她也要来，还说带了个朋友，她好像挺上心的，那意思你懂的。妈，排骨我来买，您别累着，焖面的事儿等我回去一起弄。至于林月带的那个朋友，来了再说吧。2年前那个深夜，拉着行李箱站在娘家门口，吃着一碗清汤面，哭得稀里哗啦的秦婉婉，现在回头看，恍如隔世。原来人生最好的投资，就是在该转身的时候，绝不回头。来，婉婉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苏远，我们公司做园区景观找的设计师，人特别靠谱。你好，初次相面，不知道带什么好，这盆是我自己培的，希望你喜欢。谢谢，挺好看的。放这儿正好，光线合适，不用特意晒，隔几天浇一点水就行。你对植物挺上心的。职业病，我做园林设计，看见什么都想先看看光照和土壤。小苏啊，多吃点儿，别客气。你家也是本地的？谢谢阿姨，我老家是临市的，大学毕业后这边开了个小工作室，做了快8年了。人家苏源可厉害了，好几个社区的花园都是他设计的。去年接了个项目，一片荒地，杂草比人还高，我花了小半年，一草一木的重新规划，现在那片地方变成了一个小花园，周围居民每天都去散步，看着一片荒地慢慢长出花来，那种感觉比赚多少钱都值。你是真的喜欢这行？这行收入不算高，但每天跟花花草草打交道，心里挺踏实的。踏实好，踏实比什么都好。来，再吃点。你洗碗挺利索的。一个人住久了，什么都会。命运这东西真的会拐弯，你以为他把你扔进了死胡同，其实他只是在逼你转弯，转到一条更宽敞、更明亮的路上。人不错吧？我眼光从来没出过错。你要是不抓紧，下次我可不带他来了啊！行了行了，快走吧你。今晚谢谢你，阿姨做的面真的很好吃。慢走。今晚的面很好吃，谢谢你。那个小盆景叫初晴，是我给它取的名字。初晴，我很喜欢这个名字，改天教教我怎么养吧，我怕养死了对不起你。那我可得常来检查。明天是周六，我打算早起去菜市场，中午回妈妈那儿做顿饭，下午陪林月去看她的新工作室，晚上回来给初晴换个好看的花盆。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，安安静静，踏踏实实，没有消耗，没有委屈，没有孝心外包，只有你自己和你爱的也爱着你的人，围坐在暖黄色的灯光下，吃一顿热腾腾的饭，这就是我给自己挣来的最好的结局。